大家好，宠粉的一太又来了。最近的瓜可真是大瓜小瓜纷至沓来，一档比一档劲爆。尤其是这2年蜂拥而至的爱豆们，可算是给贵圈八卦贡献了一大半的 KPI。有恋情被爆的，有4连战姐被爆的，不过比起父母老赖被爆的，这些就有点不够看了。而说起这，想必大家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2季男孩周震南了。事实上，父母被爆老赖的不仅仅是这位有着2季网络人设的流量，同样是流量爱豆的黄明昊，前段时间也被爆出其母亲陈建平的执行信息截图。照片中显示，黄明昊母亲陈建平共有4个执行案件，3000多万没有还。虽说金额与周震南父母的相差很大，但3000多万也不是一个小数目了。而且和周震南一样的是，黄明昊及其母亲陈建平在被列为执行人员期间，依旧是生活奢侈，各种高端场所、奢侈品服饰等等，样样没差。如此行为下来，黄明昊本人自然就被推到了舆论风口浪尖上。眼看着事态愈演愈烈，黄明昊所属的乐华娱乐也是一早通过社交平台发表声明。一太简单的看了一下声明，话不多说，只想给乐华竖个大拇指。声明言简意赅，总结来说主要表达3点。首先，声明中摆事实讲道理，最大程度的消减黄明昊母亲的责任，维护黄明昊的口碑，以及尽量减轻黄明昊母亲的责任。其实黄明昊母亲的整个债务纠纷有前因有后果，肯定非常复杂，但声明只是简单的抓重点，理清了债务人、债权人、担保人之间的关系，尽量让人觉得黄明昊母亲陈建平的责任没那么大。其次是帮黄明昊撇清责任，看似很官方冷冰冰的文字，其实完全没有提到黄明昊和这次纠纷之间的关系，也没有说任何黄明昊会帮母亲解困、承担责任、安慰父母的言辞。态度很明显，就是表达出黄明昊和此事没有任何关系，只是一件公对公的普通债务纠纷而已。最后是声明保持了理性克制，没有咄咄逼人的态度，开头用的词是敬告，这和其他经纪公司维护艺人声明所用的话术很不一样，是很聪明的做法。毕竟有关黄明昊的负面内容太多，乐华娱乐很难清查追究。另外，就算追究又如何？起诉旷日持久，官司不一定打得赢，也判赔不了多少钱，没有任何意义。如果用很激烈的言辞，拿出咄咄逼人的态度，不会劝退相关网友，反而会更加激化矛盾。所以乐华娱乐的声明客气一些是对的。基于以上几点，一太觉得各大经纪公司可以入手这个声明范本了。这里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父母的过错应该由身为爱豆的子女来承担吗？而这些谴责也要由他们来承担吗？一太也询问了身边几个同事的意见，得到的答案不约而同，不应该。为什么呢？不可否认，就是在这件事情上，黄明昊和周震南的父母确实做得不对，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演艺事业的发展。只是大部分人不能够理解的是，爱豆明知道父母在有欠债的情况下，还要在外营造富二代的形象，而且大家更希望看到的是偶像们对于父母失信欠债的行为的正确的态度。这些事情虽然跟偶像本人没有关系，但是他们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路人对于这件事情的看法。不过就像周震南在事情曝光之后，尽管以非常诚恳的态度表达了自己的歉意，并且表示自己会跟父母一同去处理这件事情，但还是让很多观众和网友不满。所以一直到现在，周震南也没有能够再次公开露面，很多活动也都被取消了，就连前段时间团队的直播，周震南也没有现身，演艺事业遭受了很大的打击。如果黄明昊没有办法及时处理好这件事情的话，或许整个的后果会跟周震南一样。黄明昊不同的是，他现在还在《快乐大本营》当中担任新人主持，一旦这件事情处理不好，很有可能《快乐大本营》的主持人的位置就不保了。这对于正在上升期的他来说是致命的打击。祸不单行，黄明昊这事儿风头还没过，乐华娱乐的大门竟然被泼了红油漆，贴了大字报，门口明晃晃的贴着乐华内斗、贪污腐败、打压艺人等，还写着大大的拆字儿。该消息一出，又是饭圈的一阵狂欢。我们都知道，乐华娱乐作为国内培养男团女团的顶尖公司，旗下艺人几乎个个都是流量偶像，从韩庚、周笔畅到王一博、孟美岐、吴宣仪、陈晓等，还有近几年异军突起的范丞丞、金子涵等，
可以说乐华娱乐是追星女孩们最想进入的公司了。乐华娱乐的创始人杜华今年也因为参加浪姐狠狠地出了回圈。为什么说狠呢？每天都在追仪态视频的姐妹们都知道，浪姐节目中杜华给出的潜力分与专业评审给出的专业分相距甚大，用惊掉人下巴来形容都不过分。期间他一直承受网络暴力，除了是因为节目引发的，也有是因为自家艺人的粉丝抵制。因为即使乐华旗下艺人非常受欢迎，但是被爆出的打压艺人、公司内斗、艺人之间资源不平等的问题，也让乐华娱乐公司以及杜华被痛骂成为家常便饭。前段时间，乐华娱乐也被爆出一则处罚消息，吴宣仪、王一博等也疑似为乐华背锅而被骂惨。这处罚依据的内容是从事有损国格、人格演出或展览内容。要知道，一旦涉及了这种事儿，那就是非同小可的了。这次风波对乐华来说可算是不小，4位当红的艺人被连累，王一博更是被直接扒出了他曾经代言了国外某辱华品牌，公司犯错拉艺人来背锅。要知道，一个艺人一旦被贴上了这种标签，那演艺生涯也差不多算是被葬送了。好在最后王一博这件事情算是澄清了，但为此乐华公司和杜华也没少挨骂。当然，乐华这样的骚操作也不是第一次了。早在2016年，乐华公司就与韩国娱乐公司进行合作，在那次合作中，乐华还组织了国内许多明星艺人，如孟美岐、吴宣仪、陈潇等人参加韩国所举行的某节目。更让人愤慨的是，这档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中韩关系十分紧张的某件事之后，这样的操作也难怪粉丝会吐槽了。再如人气偶像朱正廷，乐华公司是有多怕他家的艺人火呀？不仅替朱正廷推了各种代言，而且表演也只能靠边站。为此，朱正廷的粉丝们也是心疼不已。自家偶像有颜值有才华，偏偏遇上了杜华，莫名其妙的被放到了防爆的位置，资源缺乏。再如《青春有你2》的人气选手金子涵，在还没有成团的时候，金子涵就被认为是团队的颜值担当，出道是非常稳的，可最后却以1名之差惜败。之后便有爆料称，这是公司不想让金子涵出道而做的骚操作，让愤怒无处安放的粉丝们纷纷攻击乐华。除此之外，乐华娱乐把艺人当作网红消耗人气，为了圈钱不择手段的做法也让人非常无奈。因为乐华的极度不配合， NPC 9个人很难聚集，乐华旗下的许多艺人被迫接了无数的站台和推广，使得他们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潜心拍戏或者编创歌曲。对此，粉丝们也是非常心疼自己偶像的，只能无奈吐槽公司的目光太短浅。由此看来，乐华公司得罪的人也不在少数，难怪会被人泼红漆、贴打压艺人等各种标签了。借用一句粉丝们经常说的话，乐华的孩子都是好孩子，就是公司太不给力了。总而言之一句话，明星爱豆也好，经纪公司也罢，人在做天在看，好自为之吧。好了，今天的视频呢就分享到这里了。如果喜欢四姨太的视频，就请多多点和关注，四姨太每天都会更新精彩娱乐资讯哦。